都不跟我讲话，然后打开我的房门，然后就有3名恶煞进来，指着我的头说：“我要处理我跟他发生关系的事情。”你当时听到明明20岁的小胖突然变16岁，你应该吓坏了吧？Hello，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跟老师上床。我们今天特别来宾是六芒星。大家好，我叫六芒星，我是你们的沈老师。这是一个同志的频道，每次老师找来宾坐在床上纯聊天。大家可以看到六芒星身上挂了一个这个六芒星的这个毯子，这是他非常引以为傲的。好，先给大家看一下。六芒星接下来跟我们讲一个蛮恐怖的案子，就是他曾经呢上过法院，然后被判了好几十万。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案子是怎么开始的？就是在一个软体有一个20岁的小胖约我发生关系这样子，然后就约到我住宿，该做的都做了啊，该拍摄的影片也拍摄了。拍摄影片为什么跟你发生关系还要拍影片？因为我是网红，所以我会拍一些动作武打片这样子。OK， 所以拍完影片之后，那他知道你在拍影片吗？知道啊，因为就是直接手机拿在他面前这样拍，就男朋友视角这样子。OK， 那拍完之后，你有上传在那个社交平台上面吗？在上传之前，我一定会问过当事人是否愿意让我上传。然后如果他同意的时候，我还会再接着问说，请问愿意露脸让我上传？如果他愿意的话，我都是不用后置的，直接播给大家看这样子。OK， 对，所以这个在网上有流传了一段时间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并不会造成任何一个案件啊，那你为什么后来变成一个刑事案件？后来过了半年，再跟我约第二次，到了我的住处的时候都不跟我讲话，然后过了10分钟之后就打开我的房门，然后就有3名恶煞进来，指着我的头说：“我要代替这个小胖的父母来处理我跟他发生关系的事情。”当时有3个恶煞突然跑到你家，你是怎么处理的？当场傻住，但是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处理，警察也是随后10分钟就抵达现场这样子，然后就盘查双方的证件之后就驱赶他们离开了这样子。OK， 所以这件事就落幕了嘛？对。那后来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刑事案件？因为这个小胖到警察局对我提告儿童性剥削，说我性侵他。可是问题是你们俩是合意的啊，就当时到你们住处，你也知道他20岁，他有什么好告你？跟儿少什么有什么关系啊？提告之后，因为要出示那个年纪、身份之类的，才发现他未成年，所以他实际的年龄才刚满16岁而已。我的天呐！所以你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他才刚满16岁。是。好，可是，在法律上规定，就是如果是16岁以上合意的话，其实不用闹到法院去。但是因为你们上传了影片，对不对？在16岁到18之间是不可以拍影片的，这是非法的。所以小胖就咬了你这件事情，然后也截图你发的影片。没错，对不对？然后来告你说你上传了未成年的影片，是的，你才惹上了法律的问题。对，那请问一下，当时你是怎么处理这个案件的？处理就是互相提告，就是我告了小胖，也告了3名恶煞私闯我民宅跟妨碍自由的。OK， 然后他告你就是上传未成年的影片，对，就儿少性剥削的案件这样子。那当时你有找律师来处理这个问题吗？有，花了20万，他帮我打了3个庭。小胖告你说儿少法那个东西，然后你告小胖本人。对，然后你告那3个恶煞，是的，好，所以律师帮你处理了3个案子，收了你20万的律师费，是的。关于小胖告你说和未成年发生关系这件事情，后来法院是怎么解决的？法官就询问他是否有同意上传口说物品嘛，所以我在上传小胖的正式的武打片的时候，有先做了一个30秒的预告片给观众观看，然后小胖本人就自己留言说：“我也期待给大家看到我正式被六芒星拍的影片给大家看这样子。”我觉得我刚忘记问了一个问题，你当时听到明明20岁的小胖突然变16岁，你应该吓坏了吧？因为任何有法律常识都知道，你不能上传16岁的影片。你当时心理上怎么去处理？说天哪，我犯了大法。他既然突然变16岁，然后我又上传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准备做牢狱之灾啦。他在交友软体上面说他自己几岁？20岁，甚至他的交友软体 LINE 还是脸书都设定自己为20岁。所以我并不知道他是未成年的这样子。可是，在法院上啊，法官不因为采信说他在各个平台说谎这件事情，因为毕竟他是16岁的小孩嘛，对不对？是。那法官要怎么看得出说这个小朋友骗你说他是20岁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受害者，你被骗了嘛？是。可是法官会因为这样子你被骗而减轻你的徒刑吗？通常是不会，通常都是一码归一码这样子。但是我提出的证据是他刚才讲的那些软体啊、脸书，他都设定自己为20，再加上他的video 甚至是推特，他都有上传他跟别人发生关系的
影片或照片。我的天哪！那法官会不会觉得说，这个孩子他的影片，他的未成年影片被泼到网上面，他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案子会比较好？当然是要求我删除档案啊，甚至在网络是删除 po 文之类的。但是 po 了还是已经有犯罪了，所以 po 了还是要受到刑法的惩罚这样子。可是问题，那小胖如何解释那3个大哥哥来帮他忙呢？儿少法庭的法官有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截图之后，你第一你可以跟你爸妈讲，第二也可以跟师长讲，第三也可以报警处。但是他都没有选择这3个方法，而是找了第4个方法，找了3名恶煞啊，恶煞的主谋都是前科类的，问他有什么目的，他又答不出来。”我的天！所以当时万一你没有及时报警的话，你可能会被那3个恶煞什么勒索，或者是干嘛干嘛，反正更可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。所以还好六芒星蛮聪明的，在当下他决定就要报警处理。对，哦，这个蛮好的。可是 anyway， 这所有的案件铺在法官的前面，毕竟你犯法了，你还是得受到处罚，对不对？那你会告诉观众一下，你受到怎么样的处罚？惩罚就是po小胖的影片，有期徒刑就是4个月，但是小胖还有顺便截图到我不同的日期的 po 文，总共5个截图，就等于说是5个不同的日期，就等于说1个截图就是3个月有期徒刑，那5个截图就是15个月，再加上小胖的影片4个月，总共19个月有期徒刑。我的天！所以如果小胖更勤劳一点，截图更多的话，你会罚更多钱。是的，累积可以累积到30年。我的天哪！所以这样子你被罚了多少钱？总共罚了57万。我的天哪！你被哇塞57万呢？然后那这个案子经过1审之后，你有上诉吗？有上诉。那上诉有帮你减了多少钱吗？减了上诉第1次减了1个月，然后对才1个月。然后呢？那3审呢？最后缴了52万罚金。我的天啊！所以包括你被罚，然后跟律师费，你花了大概80万，就是律师费20万，然后罚金70多万。对，70多万。我的老天爷啊！因为你被骗，可是你自己也不能装无辜，因为你也是上传了影片什么的。虽然你不知情的状况之下，可是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大家可能会在家到自己做的举动，然后就要上法院，然后这个中间折磨你多久啊？在精神上3年半的时间。我的老天爷啊！3个艇就是跑起来就是对，要花很多时间。我觉得这70几万听起来很恐怖，但是精神折磨，这绝对70几万是买不回来的。所以你这个案子拖了这么久，跟律师又谈了这么久，法院然后搜证干嘛的？廖芒星，你经过了这件事情啊。就给你一个人生中很大的一个这样当头棒喝，对不对？很可怕的一个经历。你要怎么样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，下次如果碰到类似的事情，大家怎么处理会比较好？遇到事情如果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当然就是报警处理，然后寻求正当的管道来处理这件事情，而不是私下解决这样子。对。然后呢，如果碰到像这种看不出来他多少岁，或他在网上诈骗人家说他几岁这种。要拍影片又干嘛？这怎么办？如果觉得有风险就不要，因为以免有后患这样子。对，不要因为一时爽快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就像我这样子。很多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拍放在自己手机里面好像没事，事实上这样也是违法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手机只要有未成年，不管是不是台湾人，甚至你下载国外的、日本的还是美国的，都属于违法。就是只要有人检举你的话，你还是会受罚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的手机上很多资料会同步到云端，儿少的警察们会在云端的影片也会过滤，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好像你拍一拍好像没事，或你下载进影片没事。现在大家社会案件听了很多，我就不要重复是哪些受害者或者是加害者，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些案子，不要惹祸上身，不但要花钱赔罪，而且还会受到精神上很大的摧残。大家真的要小心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。尚老师，拜托大家小心小心。我觉得现在政府对于18岁以下、16岁到18岁之内这样的法律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，无法决定自己这样的做对他日后会不会有影响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还没有满18岁，你很想拍影片的话，麻烦等一下，因为呢政府有这个法律来保护你，你也不要去引诱一些成年人来犯罪，对你自己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。今天的节目内容呢，希望提醒大家一些知识啦、一些教训啦，叫大家小心一点。也很感谢六芒星到节目中来给大家一些宝贵的经验，然后希望大家不要跟他一样跑法院什么，听起来真的很令人难过了。希望今天节目内容你们喜欢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老师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每个礼拜都有直播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。现在老师跟六芒星玩一个游戏了，素林老师也蓝杯子。树林老师也蓝杯子，好，你喝喝看这是什么饮料？告诉大家。杨桃汁。
对不对？没有羊金金如鼠，你知啊，好厉害哦，答对了，他还蛮会素的呢。道为什白兰地吗？不是，白兰地，你确定吗？我刚问你可不可以喝酒哦，你要不要喝一口？你确定这是白兰地吗？红酒吗？还是红酒也不像，也不像，它是白色就白酒啊，就白酒，真的假的？是白酒，白酒。好，再喝第三个，这颜色看起来绿绿的，这应该很好猜，绿茶，是没错绿茶。好，最后一个喽。这有点乳白色，该不会是传说中的那个字不知吗？道，老师的味道吗？不是吧？雪碧吗？不是吧？你要再喝一口，雪碧。舒跑，运动饮料，没错，猜对了。好，同志朋友们多爱自己一点，不是同志朋友们多爱同志一点。我相信世界会更好。谢谢观赏，拜拜。不但要花钱买醉啊，我觉得六芒星很好玩，就是我们刚才他讲的很激动，对不对？就现在一开始正式拍，他就变得很结巴。你是在乎摄影机是不是？就是有一些讲话字也要完整，对，所以我一边没关系要走。可是我不懂就是六芒星，像这个人明明是骗你，对吗？你是受害者，你被骗，因为他骗你他的年龄。那法院要怎么处理？因为你该做的事情你都认为是合法的你又没有犯错。